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又到了闷热难熬的三伏天，当你正吹着空调、喝着冰水，或者啃着冰镇西瓜续命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在香港半山、台北阳明山的那些讲究传承的大家族里，长寿的老人们在夏天的餐桌上，却常常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甚至带点苦味的黑暗料理。为什么越是有条件顿顿山珍海味的人，夏天反而越不碰冰，甚至还要自讨苦吃？答案就藏在一碗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凤梨苦瓜汤里。很多中老年朋友一到夏天，就会觉得身上发沉，手脚没劲，看着满桌子的饭菜，一点胃口都没有，吃什么都像在嚼蜡。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又挺正常，其实这根本不是因为你老了，而是你的脾胃在三伏天罢工了。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道被无数老钱家族私人医生推崇的夏日靓汤。在这个视频里，我们不仅会用大白话为您讲透这碗汤里藏着的靶向食疗密码，还会帮您避开夏季饮食的3大夺命误区。更重要的是，在视频最后，我会手把手教您2款专门针对湿热重和脾胃虚体质的老年定制汤品。不管您平时怎么吃，今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您的夏日健康解法。让我们先把视线拉回夏日的港台老街。如果你在这个季节去过南方的老字号茶楼，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年轻人面前摆着的多半是加了满杯冰块的冻龄茶，而那些气定神闲、头发花白却精神全体的老先生、老太太，手边永远是一壶温热的普洱，或者是点上一盅热腾腾的苦瓜排骨、凤梨炖鸡。这绝不是因为他们舍不得吃冰，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人体这台机器的运转规律。中医里有一句老话叫春夏养阳。很多人觉得奇怪，夏天已经这么热了，人都快被烤熟了，为什么还要养阳气？我们用一个最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说明，夏天的人体就像是一口古井。你去观察过夏天的井水吗？外面的气温高达37、8度，井口热浪滚滚，但是你打上来的井水却是冰凉刺骨的。人体的构造也是一模一样。三伏天的时候，为了散热，我们身体里大量的血液会涌向体表，毛孔全部打开去排汗，这就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你的内部器官，尤其是胃肠道，处于严重缺血、缺氧的状态。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脾胃就像是一台运转了60多年的老发动机，本来动力就不如年轻时候了，现在血液供应又减少了，它的消化火力自然降到了全年最低点。夏天最可怕的不是热，而是你在最需要保护脾胃的时候，亲手浇灭了生命里的那团火。这个时候，如果你因为觉得热，咕咚咕咚喝下一大杯冰水，或者吃下一大碗冰镇绿豆汤，会发生什么？这就好比在原本就微弱的发动机火苗上直接泼了一盆冰水，你的胃会瞬间收缩，消化液分泌立刻停止，寒气直接把脾胃冻住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夏天吃完冷饮，不仅不觉得解渴，反而会觉得肚子胀、恶心，大便不成形，甚至整个人觉得越来越乏力。这在医学上叫做湿气困脾。所以真正懂养生的人，夏天从不靠外力强行降温，而是靠温热的食物去点火，重新启动那台罢工的发动机。而凤梨苦瓜汤就是大自然赐予中老年人最好的一把点火钥匙。说到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朋友，您在夏天最喜欢吃什么来解暑？是绿豆汤、西瓜，还是喝凉茶？不妨在评论区打出您的答案。我们一起看看有多少朋友不知不觉踩了脾胃虚寒的坑。当然，肯定有聪明的观众朋友要问了：
你刚才说夏天胃里是一片寒凉，需要温补，可是苦瓜明明是出了名的大寒之物啊！脾胃本来就虚弱的老年人吃了苦瓜，岂不是雪上加霜？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苦瓜确实性寒，但奇妙的是，只要把它和一种我们极其常见的水果搭配在一起煲汤，就能瞬间化解它的寒气，产生一种不伤阳气，又能奇效开胃的化学反应。这种神秘的水果里，到底藏着什么能给肠胃洗澡的物质？这碗汤又是如何帮助老年人稳定血糖的？下一章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碗凤梨苦瓜汤背后的精密医学密码。在岭南和闽台地区，这道汤不仅是民间代代相传的古早味，更是登上了专业医学殿堂的名方。广东省中医院的资深药师就曾专门推荐过这个搭配。在专业人士眼中，凤梨和苦瓜根本不是随意的乱炖，而是夏令时节里一道不可多得的衣食兼优的时令汤品。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把这碗汤拆解开来，看看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靶向食疗密码。第一重密码叫做寒温相济，阴阳平衡。很多老年人夏天饮食有一个巨大的痛点，吃得稍微凉一点，比如吃块西瓜，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叫，甚至腹泻。但如果吃得热一点，补一点，比如喝点羊肉汤或者吃点红枣，马上又会口干舌燥，晚上睡不着觉，这叫做虚不受补。而凤梨苦瓜汤完美的解决了这个怕寒凉又怕上火的死局。苦瓜大家都知道它性寒，它的强项在于清兵突击，它能迅速清理掉你身体里的暑热，解除口干舌燥的烦闷。但这支清兵如果单独作战，很容易误伤友军，把脾胃的阳气给打散了。这时候就需要凤梨出场了。凤梨在中医看来是性温的，它就像是一位温和的安抚使。当凤梨和苦瓜在一个砂锅里慢慢炖煮时，凤梨的温热恰好中和了苦瓜的寒凉，一寒一温，在汤水里达成了精妙的平衡。这样一来，即便是脾胃本身就比较虚弱的老年人，适量喝这碗汤，也能只取苦瓜的清热之功，而不受其寒凉之害，绝不会轻易伤了阳气。第二重密码叫做生物剪刀，物理开胃。我们在第一章说过，夏天没胃口是因为脾胃这台老发动机缺乏动力，而凤梨和苦瓜的组合直接给发动机换上了强力火花塞。现代营养学发现，凤梨里面含有一种极其珍贵的物质，叫做菠萝蛋白酶。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我们换个通俗的说法，您可以把这种酶想象成一把把微小的生物小剪刀。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胃里分泌的消化酶本来就在减少，所以稍微吃点肉就会觉得堵在胃里下不去。而当您喝下这碗汤，吃下炖软的凤梨时，这些生物小剪刀就会立刻在您的胃里开始工作，帮您把那些难以消化的蛋白质咔嚓咔嚓剪碎。食物被剪碎了，胃肠道的负担轻了，您的胃口自然就打开了。同时苦瓜也没有闲着，苦瓜那种特有的微微的回苦味，其实是大自然赋予的食欲启动剂。当苦味接触到您的舌尖时，大脑就会立刻下达指令，快分泌唾液，分泌胃液，两者一搭配，酸甜带着微微的回甘与清苦，一口汤喝下去，就像是给沉睡的脾胃做了一次深呼吸。第三重密码叫做稳糖补水，护航心脑。很多中老年朋友一听到凤梨，第一反应就是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血糖高，不能吃这么甜的水果，更别说拿来炖汤了。这其实是一个常识误区。首先，凤梨的升糖指数在中等水平，只要我们控制好量，它并不会让血糖像坐过山车一样飙升。更绝妙的是，它的搭档是苦瓜。
苦瓜在医学界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做植物胰岛素。苦瓜里提取出的苦瓜多肽有着类似于胰岛素的作用，能够辅助身体更好的代谢糖分。所以只要您在煲这道汤的时候，不要为了追求口感去额外加冰糖，它对血糖偏高的老年人是非常友好的。除此之外，三伏天动不动就一身大汗，汗水带走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大量维持心脏和肌肉力量的钾元素。一旦缺钾，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手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而苦瓜和凤梨恰恰都是富含钾元素和天然矿物质的宝库。最好的良药往往不是昂贵的补品，而是顺应节气的食物组合。喝下这一碗汤，您补的不仅是水，更是纯天然的电解质。它能让您在酷暑中依然保持头脑清醒，步履稳健。不过听完这些好处，您千万别急着立刻去菜市场买苦瓜和凤梨，因为这道汤如果做错了，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会苦得难以下咽，甚至引发过敏。那么台湾那些炖了一辈子汤的老奶奶们，到底在处理食材时藏着哪些不外传的秘诀？那个能瞬间剔除苦瓜70%苦味的黄金动作究竟是什么？下一章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碗古早味在厨房里的全部实操细节。如果你有机会走进台湾老一辈人的厨房，去看一位炖了一辈子汤的老奶奶是怎么做这道菜的，你会发现他们手里掌握着几个绝不外传的黄金细节。第一个细节藏在岁月的沉淀里，阴凤梨。在正宗的古法煲汤中，光有新鲜的凤梨是不够的。老一辈人的厨房角落里，永远会放着一个玻璃罐子，里面装着台湾古早味的灵魂阴凤梨，也就是酱凤梨。这是将新鲜凤梨切块，加入豆酱、糖和盐，经过长时间密封发酵而成的食材。为什么要加它？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食物在发酵的过程中，微生物会将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成极易吸收的氨基酸。新鲜凤梨负责提供清香和果酸，而经历了岁月转化的阴凤梨则负责提供醇厚的咸鲜味和更丰富的有益菌代谢物。时间永远是最好的厨师，也是最温和的调理师。当这两者在砂锅中相遇，汤底的层次感瞬间就被拉满了。第二个细节叫做精准排雷，剥夺苦瓜的杀伤力。很多人怕吃苦瓜，是因为处理不到位。在老奶奶的案板上，苦瓜的挑选和处理是一门极其严谨的科学。首先，他们绝对不会选那种颜色深绿、表面疙瘩细密的青苦瓜，而是会选择颜色偏白、体型圆润的白玉苦瓜。白玉苦瓜的果肉更厚，水分更多，最关键的是它的苦味天然就比青苦瓜淡得多，更适合老年人娇弱的脾胃。选好之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将苦瓜对半切开，你会看到里面有一层白色的内膜，这层白膜就是苦瓜里葫芦素，也就是苦味来源最集中的地方。老手们会拿出一把边缘锋利的铁勺，用力地刮这层白膜，绝不手软，直到刮出底下翠绿色的瓜肉为止。仅仅是这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物理动作，就能剔除掉苦瓜里70%以上的苦涩，剩下的就只有清火的药效和淡淡的回甘。做菜就像治病，找到病灶，一击必中，远比盲目下药来得有效。第三个细节是给脾胃减负的肉类选择。我们内地很多朋友煲汤喜欢用排骨，甚至是用带皮的大棒骨，觉得骨头汤补钙有营养，但在炎热的三伏天，这恰恰是中老年饮食的一个巨大误区。猪骨头里含有大量的动物脂肪，夏天老年人的肝胆代谢能力本身就弱，喝下这种飘着厚厚一层浮油的骨头汤，不仅不能补身体，
反而会加重肝脏和胆囊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甚至引发心脑血管的隐患。所以这道正宗的凤梨苦瓜汤选用的蛋白质必须是去皮去油的土鸡或者是纯瘦的鸡腿肉，肌肉性贫，蛋白质含量高且纤维细腻，极易被老年人的肠胃吸收。把鸡皮和肥油剔除干净，冷水下锅焯出血水，这样炖出来的汤清澈见底，不油不柴，喝下去脾胃只有得到滋养的舒适，而没有化解油脂的疲惫。第4个细节是分段下锅的火候智慧，所有的食材准备就绪，放入砂锅，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但请注意，老手们绝对不会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苦瓜都倒进去，他们会先放2/3的苦瓜去炖。这2/3的苦瓜在40分钟的文火慢熬中会彻底软烂，将清火的药效完全释放到汤汁里。而在出锅前最后的10分钟，他们才会把剩下的1/3苦瓜倒进去。这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有软有脆的丰富口感，更深层的科学原理在于，苦瓜中含有极其丰富的水溶性维生素 C， 如果炖煮时间过长，维生素 C 会被高温完全破坏。最后10分钟才下锅的那部分苦瓜，完美的保留了这部分脆弱而珍贵的营养素。至此，一锅融合了果香、酱香、肉香与微苦的夏日靓汤，才算真正大功告成。它温润清透，不燥不寒。掌握了这几个细节，你就能为自己和家人的脾胃撑起一把夏日里的保护伞。但是这碗汤虽然精妙，却并不适合所有人。中医讲究千人千方，如果您的体质不对，喝这碗汤依然可能适得其反。那么中老年人究竟如何通过极其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属于哪种体质？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大便黏腻、嘴巴发苦，或者吃一点就肚子胀、手脚冰凉，又该喝什么汤来对症下药呢？下一章我们将进入全篇最实用的环节，为您独家定制2款夏季专属的体质密码汤。每年3伏天，医院的消化内科都会接诊大量养生翻车的中老年患者。有些阿姨听说夏天要清热解毒，于是天天在家里熬一大锅绿豆汤当水一样喝，结果没过几天开始拉肚子，手脚冰凉，甚至连路都走不动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体质本来就偏寒，天天灌下大寒的绿豆汤。这就好比给一台原本就动力不足的老发动机直接浇上了一盆冰水，彻底熄火了。中国传统的养生哲学最讲究的核心只有4个字：千人千方。没有最好的汤，只有最适合您体质的汤。凤梨苦瓜汤更适合那些暑热重的人。但如果您不属于这一类呢？今天我们就来教您一招极其简单，不用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体质自测法。只要搞清楚了您是哪种体质，我们就立刻为您配上专属的夏日靓汤。第一种常见体质，湿热重体质，您可以现在就走到镜子前，张开嘴看一看自己的舌头。如果您的舌苔看起来非常厚，而且发黄发腻，平时总是觉得嘴巴里有苦味，甚至有口臭，早上起床总觉得身体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小腿容易浮肿，去卫生间的时候大便总是黏黏腻腻，冲水的时候很容易粘在马桶上。如果您全中或者中了大部分，说明您属于典型的湿热重体质。这种体质的老年人体内就像是到了夏天的黄梅雨季，又闷又热，水分排不出去，全憋在身体里发酵。这个时候您最需要的钥匙是一碗冬瓜薏米老鸭汤。很多湿热重的老年人不敢吃肉，怕上火，但其实这种体质往往伴随着蛋白质流失和体虚，
鸭肉就是大自然给湿热体质最好的礼物。鸭子常年在水里游，中医认为鸭肉是水禽，天生自带滋阴清虚热的功效，它能给您补充优质蛋白质，又绝不会像羊肉、牛肉那样让您上火。这道汤的做法大有讲究，取去皮去油的老鸭200克，搭配提前泡了1个小时的薏米30克。薏米是健脾祛湿的黄金搭档。最关键的是，准备300克冬瓜时，千万不要去皮。很多朋友习惯把冬瓜皮削掉扔了，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冬瓜真正利水消肿的药效，一大半都集中在那层绿色的皮上。此外，这锅汤里还必须藏着一个点睛之笔，一小片陈皮。陈皮有着极强的理气化痰作用，它能完美的化解掉鸭肉里残留的一丝滋腻，帮助您原本就困重的脾胃更好的运转。把老鸭、薏米、陈皮和2片姜下锅炖1个小时，最后放入带皮冬瓜再炖半小时。这碗汤喝下去，一边清热，一边像抽水机一样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整个人会立刻觉得清爽轻盈。第二种常见体质，脾胃虚寒体质。再来看看另外一群中老年朋友，如果您平时看着脸色有些发黄，没有光泽，夏天别人都嫌热，您却常常手脚发凉，甚至不敢吹风扇，稍微吃一点稍微硬的或者凉的东西，胃里就胀得像个气球，或者经常大便稀溏不成形。如果是这种情况，请立刻停止喝任何冷饮和寒凉的汤水。您的脾胃已经非常虚弱了，这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清，而是补和固。您需要的药食是一碗平和至极的山药莲子茯苓瘦肉汤。这是一款被历代名医推崇的脾胃急救汤，它的精妙之处在于药食同源，润物无声。我们在炖这道汤的时候，一定要认准铁棍山药150克，普通的菜山药水分大，口感脆，是用来炒菜的，而铁棍山药折断后截面是粉糯的，它的健脾益气效果是最好的。再配上15克淡胜利湿的茯苓，以及150克温和不燥的猪瘦肉。这里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细节，要用20克去腥的莲子。莲子本来是健脾止泻的好东西，但是莲子中间那根绿色的心是极苦极寒的，是用来去心火的。脾胃虚寒的老年人一定要把莲子心彻底去掉，否则喝了不仅不养胃，反而会拉肚子。把这4样平和的食材加水炖煮45分钟，出锅时只加一点点盐提味。这碗汤不寒不热，非常中正平和，它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泥瓦匠，把您脾胃里那些千疮百孔的漏洞一点点修补好。三伏天湿气最容易伤脾，这款汤就是从根子上把脾胃强健起来，脾胃的砖墙结实了，外面的湿气自然就打不进来了。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汤，是不是夏天的养生就万事大吉了呢？其实许多长寿的港台富商们，他们餐桌上最大的秘密根本不在于吃了什么名贵的食材，而在于他们吃饭时的规矩。比吃什么更重要的，永远是怎么吃，以及抱着什么心态去吃。仔细观察像香港首富这样的商界智者，您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克俭底色。即使身家千亿，他们日常的饮食也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铺张浪费。相反，越是站在财富顶端的人，在餐桌上往往越是展现出一种极度的自律与克制。这种自律在三伏天的饮食中被浓缩成了3个字：慢、温、淡。这不仅是长寿老人们的餐桌规矩，更是最顶级的生理学保养指南。首先，我们来说说慢。很多中老年朋友吃饭时总是风风火火，几口就把一碗饭扒进肚子里，或者一边看着电视新闻生闷气，一边食不知味地往下咽。
这在健康管理中是极其危险的。现代医学揭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人体机制，叫做脑肠轴，也就是说，您的大脑和您的肠胃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是直通的。中医里常说思虑伤脾，就是这个道理。当您感到焦虑、生气或者吃饭速度过快时，您的大脑会认为您正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紧张状态。这时候，身体会本能地把血液从胃肠道抽走，送给肌肉。您的胃瞬间就变成了一座没有动力的死城。真正的智者吃饭时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他们讲究细嚼慢咽。当食物在口腔中被彻底咀嚼，混合了充足的唾液后，它不仅仅是变碎了，更是完成了第一道消化工序。更重要的是，慢能让大脑向副交感神经下达指令，现在很安全，请全力分泌消化液。所以放下焦躁，细细咀嚼，这本身就是一副最好的养胃药。接下来是温。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老一代的企业家们非常懂得危机前置，他们从不在顺境中规划顺境，永远在太阳高挂时准备雨伞。把这个商业智慧平移到健康上，就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去守护体内最脆弱的那点阳气。夏天外界越是炎热，我们体内的脏腑就越是虚寒。这时候，不管您有多渴多热，入口的汤水和食物必须是温的。温和的食物能像春雨一样滋润干涸的脾胃，让它慢慢苏醒，而不是像冰水一样给它致命一击。这也是为什么那些长寿老人的手边永远是一杯温热的茶水或汤品。他们深知好景时留伞，坏景时撑伞。健康也是一样，在身体看似最强壮、最耐热的夏天，反而要做好最严密的防寒准备。最后是淡。到了夏天，人的味觉容易变得迟钝。很多老年人炒菜时就不自觉地多放盐、多放酱油，觉得这样才下饭。但如果您看过老钱家族的夏季食谱，会发现他们清淡的近乎寡味。这背后的科学依据非常硬核。三伏天我们出汗多，心脏和肾脏本来就在超负荷运转，这时候如果再摄入大量的盐分，水分就会被迫滞留在血管里，导致血压瞬间飙升，给心脏和肾脏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但不是不吃盐，而是把对重口味的贪欲降到最低，用食材本身的鲜味去代替人工调料。这种返璞归真的淡，不仅减轻了心肾的压力，更是对人生最高境界的一种隐喻。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自然也不需要用浓油赤酱去刺激味蕾。慢下来，温着喝，清淡点。这三条规矩听起来毫无新意，但能坚持几十年的人都成了岁月最偏爱的赢家。当我们把心态放平，把吃饭的节奏慢下来，您会发现，哪怕只是一碗普通的凤梨苦瓜汤，喝下去的每一口也都是对生命的滋养。那么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除了饮食上的讲究，我们到底该如何从全局把握自己的健康主导权？下一章，也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尾声，我将为您做一个极简总结，并和您一起聊聊如何把这些碎片化的知识变成保护您和家人的坚固铠甲。健康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去跟风、去焦虑的事情，它仅仅是顺应事实的自然法则。今天我们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跟您聊了三伏天里的餐桌反常识。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在这期视频结束前，我们再来做一个极简的复盘，请您一定把这3张底牌记在心里。第一张底牌是专治没胃口、暑热重的凤梨苦瓜汤。当您在夏天感到心烦意乱、吃不下饭时，
记住利用凤梨里的生物小剪刀和苦瓜的清火功能，用去皮的鸡肉做底，辅以发酵的阴凤梨。先放2/3苦瓜，出锅前10分钟再放剩下的1/3。这碗汤是唤醒脾胃最好的点火器。第二张底牌是专治湿气重、身子沉的冬瓜薏米老鸭汤。如果您舌苔黄腻、大便连马桶，千万别再盲目吃冰了。用滋阴的老鸭搭配健脾的薏米，切记冬瓜一定要带皮下锅，再丢进1片理气化痰的陈皮。这碗汤就是您身体里最强效的抽水机。第3张底牌是专治脾胃虚、肚子胀的山药莲子茯苓瘦肉汤。如果您面色发黄、手脚冰凉，一点生冷都碰不得，去买正宗的铁棍山药，配上茯苓、瘦肉以及一定要去腥的莲子，这碗汤不寒不热，是最能帮您在3伏天里固本培元的泥瓦匠。1汤2方，再加上我们上一章提到的慢下来、温着喝、清淡点的长寿规矩。只要您在这个夏天坚持做到这些，您的脾胃一定会给您最舒服的回馈。做健康科普这么久，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养生这条路一个人走可能很难坚持，但一群人走就会觉得很有力量。屏幕前的各位老朋友，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视频把夏季脾胃的那些事儿给您讲透了，让您少走了弯路，我非常建议您动动手指，把这期视频转发给您的老伴，或者是您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也许您的这一次分享就能帮他们在酷暑里少受很多罪，这也是我们在平淡日子里给自己和家人积攒的一份福气。同时，每个人的体质都有细微的差别，夏天遇到的烦恼也大不相同。您在这个夏天最大的肠胃困扰是什么？是总觉得胀气，还是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欢迎您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留言告诉我，我会仔细阅读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并在未来的节目里专门针对大家呼声最高的问题，继续为您寻找最靠谱的健康解法。3伏天虽然难熬，但这恰恰是我们调理身体的黄金期。当时钟的指针慢慢走向立秋，当秋风起，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们的饮食又该做哪些换季的准备呢？在下期视频中，我将为您深度拆解初秋润燥的保命法则。这里是为您拆解富豪级养生智慧的嘉诚养生道。祝您在这个夏天脾胃和顺，心静自然凉。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